据统计，72%的职场暧昧始于深夜加班和顺路接送。又加班到这个点，饿得胃疼。我还在楼下给你带份粥。之一我顺路送你。早点回去，注意安全。我还在楼下给你带份粥。之一我顺路送你。早点回去，注意安全。有些女人把男人当梯子，有些女人把自己活成高楼。很不巧，我就是那栋楼。志恒，忙完了。明天我来你公司看看。行啊，正好，我让林柱给你安排一下接待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。好，那我先忙了，这个 bug 很急。老公，我决定来公司做一段时间的战略顾问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沈总好，你们陆总在办公室。在的，在的，我马上为您通报。不用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有预约吗？你是林之意？是的，您是？你好，我是陆之恒的妻子沈慕清，也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。他怎么会来？不是让你去准备会议资料吗？慕清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公，我决定来公司做一段时间的战略顾问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慕清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让林柱安排吗？老公，我决定来公司做一段时间的战略顾问。战略顾问，你公司那边呢？不管了。我的公司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你的公司。公司有问题，战略方向还是技术迭代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都不是，陆之恒，有些问题数据报表上看不出来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有些事比你想象的更需要我亲自处理，所以我来了。好吧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：一，发全员邮件宣布我的任命；二，给我一间办公室，就在你隔壁。就这些？暂时就这些。沈慕清，他怎么会突然来公司，还说是最大股东？我没看错吧？沈慕清是慕清资本那个估值女王，她就是老板娘啊！我的天，真来我们公司啊！他难道是冲着我来的？之意，怎么回事？老板娘怎么突然空降了？她是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？之意别怕，什么战略顾问，我看就是来查岗，有哥在。王哥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有点害怕。沈慕清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赶我走？我们走着瞧。进。沈总，看您一直在忙，肯定累了吧？我特意给您泡了杯美式，不加糖不加奶。我记得陆总提过，您只喝这种。我就不信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放下吧。沈总，您刚来公司，要是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，或者需要什么，随时都可以叫我。我对公司最熟了，端茶倒水这些小事我来就行。你很闲。不是，我只是看您。陆之恒上午10点半的会，会议纪要你整理完了吗？整理了，还没来得及发。下午3点他要去见风投，对方的背景资料和 PPT 你都准备好了？正在准备。他让你跟进的那几个项目的周报，你都汇总分析了？还没有。你的岗位是 CEO 助理，不是茶水间专员，端茶倒水，记住我的口味。这些不是你的 KPI。如果你分不清自己的职责边界，我可以让 HR 给你重新发一份岗位说明书，需要吗？不需要，沈总，我只是想出去工作。周秘书，把陆之恒公司过去2年所有的财务报表、人力成本分析，还有各部门的 KPI 原始数据，半小时内发到我邮箱。周秘书，
人力成本的数据不对，我要原始的薪资奖金和加班费明细，不要打包过的。好的，沈总，5分钟内发给您。财务部吗？我是沈慕清。沈总好。过去2年，行政和市场部的预审批单、报销流水全部发我。现在，沈总，这个需要陆总审批。我已经邮件抄送给他了。你还有疑问？没有，我马上整理。营收增长18%，人力成本暴涨35%，有意思。怎么样？老板娘一上午都没出来，在里面干嘛呢？谁知道呢？可能在看报表吧。咱们公司的报表，外人哪那么容易看懂？就是，他一个搞投资的，懂我们技术公司的业务，我看就是来摆摆样子的。没错，他就是在装腔作势。查账不过是想彰显一下老板娘的地位罢了。小文，下午茶订好了吗？别忘了给技术部的王总监多加1份糖，他最近加班辛苦。知道了，林助理。还是你心细。只要陆总还护着我，他沈慕清再厉害也动不了我。周五上午10点，通知所有总监及以上人员开会。会议主题就叫降本增效。沈总，您找我。坐。不知沈总有什么指示？王总监，你是公司的技术元老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都是跟着陆总一起打拼。那星辰项目你应该很清楚。当然，这是我们部门今年的重点项目。原定上线日期是上个月15号，现在推迟了3周，原因？这个主要是技术攻关遇到了一些瓶颈，人手也有点紧张。上个季度技术部加班时长全公司第一，比平均值高出42%。是，大家都很辛苦，为了项目。但项目产出只比平均值高了3%。王总监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39%的差值是什么吗？他怎么会有这么详细的数据？你的员工是在加班，还是在公司耗时间？这数据可能……数据来自你们自己的打卡系统和项目管理后台，绝对精准。我不是在质问你，我是在帮你发现问题。明天下午5点前，我要一份技术部的人效提升方案，包括加班审批流程的优化建议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好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沈总，早就听闻您是投资界的传奇，今天一见，果然气场非凡。李经理，坐。沈总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。市场部第3季度的预算超支了18%，但带来的新用户增长却比第2季度下降了5%。沈总，您有所不知，市场竞争激烈，我们加大了品牌宣传的投入，这是长线投资，短期内数据不好看是正常的。我们部门的同事为了公司天天加班到深夜，非常辛苦。辛苦。我看到了，市场部的加班时长全公司第2，但无效加班率65%，全公司第1。你们申请的很多加班都没有产生任何可量化的工作成果。李经理，你觉得我付的工资是买员工的时间，还是买他们的价值？沈总，你的长线投资，我看不到回报周期；你的团队很辛苦，我看不到有效产出。方案和技术部一样，明天下午5点前给我。另外，把你部门所有人的岗位职责和 KPI 重新梳理一份。他跟你谈了什么？数据，全是数据，他把我部门的底裤都扒干净了。他一个字都没提零之一，一句私事都没问。我明白了，他根本不是来查岗的，他是在用 KPI 把我们所有人都过一遍筛子。这女人根本不是一个段位的。完了完了，连王总监和李经理都被驯化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了吗？请进，关门。坐。赵小文，入职2年半，行政专员，对吗？是的，沈总。别紧张，我不是 HR， 不谈绩效，只是想了解一下公司基层员工的真实想法。真实想法？这是什么陷阱吗？公司的报销流程，你觉得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吗？报销流程，比如审批环节是不是太多，周期是不是太长？是，
是有点长，特别是跨部门的，有时候要等好几天。我记下了。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，大家喜欢吗？还行吧，就是吃饭唱歌有点单调。有什么建议？如果能有些真正能放松的，或者能学到东西的，可能会更好。比如户外拓展，或者请老师来做一些职业技能的讲座。很好的建议。你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什么规划？我只是个行政，行政也是一个专业岗位。你想没想过，从专员到主管再到经理，需要具备哪些能力？我没太想过。公司有给你提供过相关的培训和支持吗？没有。你觉得在公司里，什么样的员工更容易得到晋升？会做事的，不如会做人的。怎么说？沈总，我说的话您能保密吗？今天我们所有的谈话仅限于这间办公室。我们公司有些风气不太好，特别是对我们女同事，有些人工作能力平平，但很会和领导，特别是男同事搞好关系。他们可以靠撒个娇，让别人帮忙做本该自己做的工作。他们可以深夜发个朋友圈，就有总监抢着献殷勤。而我们这些认真干活的，就活该加班到深夜还没人看得见，这不公平。对，不公平！凭什么他们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就能得到那么多便利和关注？我们辛辛苦苦做的方案，可能还不如他递过去的一杯咖啡有用。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但没人敢说，因为林助理他是陆总身边的人。你说的这些很有价值，谢谢你。就只是为了听这些。今天辛苦了，回去工作吧。周秘书，帮我调一份数据。沈总，请吩咐。陆之恒公司过去1年内部员工关系调查问卷的全部原始数据，我要匿名的和实名的2份。进。陆总，这是下周的行程安排，您看一下。放着。怎么了？陆总，我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。有事就说。自从沈总来了以后，公司里的气氛就全变了，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，做什么都怕出错，感觉很压抑。效率高了不是好事吗？可是他们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，好像我做错了什么天大的事一样。我只是想好好工作，帮您分担压力，可现在我感觉自己被针对了。他一定会心软，一定会像以前一样护着我。针对？谁针对你？具体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感觉工作处处受阻。比如哪个项目被卡了，还是哪份报告被打回来？不是，就是大家对我的态度。林助理，穆青是公司的战略顾问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。可是我没有做错什么。你的工作就是配合他，无条件配合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就出去工作吧。林助理，来得正好。关于你的工作日志和 KPI， 我们聊聊。关于你的工作日和 KPI， 我们聊聊。沈总，我不明白。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上个季度的工作产出为什么只有行程安排和会议纪要？我的工作就是辅助陆总，这些都是辅助。这是行政部赵小文的 KPI。他负责全公司的会务和差旅，你一个人做的事还不到他工作量的1/3。可我经常要陪陆总加班，处理很多临时事务。加班 ？IT 部吗？我是沈慕清，现在立刻把全公司近2年的加班打卡记录发到我邮箱。行政部，我是沈慕清，把公司内部员工关系调查的原始报告，匿名的和实名的都发给我。林助理，数据会说话。现在回到你的岗位上。在我叫你之前，做好你该做的事。周秘书，加班数据和项目产出曲线做交叉对比。好了，沈总。技术部，加班时长最长的5个人。王强、李飞5个人，平均加班时长62小时每月，项目贡献率低于部门平均值15%。市场部，李经理，上季度加班45小时，新用户增长-5%。员工匿名调研，高频词云。最大的2个词是不公平和关系户，其次是加班文化和无效会议。把所有数据显示无效加班率高于50%的员工单独列一张表。周秘书，在，
给公司所有总监及以上管理层发一封会议通知。好的，时间是明天上午10点。会议主题呢？关于公司效率及文化的战略复盘。战略复盘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今天的会由沈顾问主持。这是公司各部门过去1年的人效对比。李经理，市场部预算超支18%，人效全公司倒数第一。沈总，这是长线投资，品牌建设。我只看回报率，你的回报率是负数。坐下。加班有效性，各位都很辛苦，公司都看到了，但我付的是薪水，不是加班表演的门票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张图。我不会点名批评任何人，因为数据比我有发言权。我只说一句，我这家公司不是用来搞团建、演宫斗的。我付你工资是买你的专业能力，不是买你深夜发朋友圈让人送粥。下周1开始，所有部门重新提交岗位 KPI， 我亲自审核。散会。陆总，原来这就是你说的我看不见的东西。王总监，我还有个会，先走了。李经理，喂，信号不好，我换个地方。看见没？数据公开处刑，太爽了！活该，天天装的跟个白莲花似的。还是沈总牛，不动声色就把他底裤都扒了。小文，你看到林之路那张脸了吗？跟刷了层白漆一样。活该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天天嗲着声音使唤我们部门的人，可不是嘛？以为自己是后宫娘娘呢，还团宠，我呸！还是沈总厉害，一招致命，这就叫降维打击。跟老板娘玩心眼，他配吗？以后看他怎么在公司横着走。沈慕清，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代价。你今天在会上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那是事实，但不是全部。你把数据就那么甩在所有人脸上，一点情面不留。林之毅是有问题，但你这样会让所有员工寒心，你这是在动摇公司的根本。公司的根本是什么？是人心还是效率？当然是人心。公司不是靠冰冷的数据就能运转。你这样做，以后谁还敢尽心尽力工作？你说完了？你觉得我只看到了表面？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关联性分析报告，专门分析林之毅入职以来所有经他手协调的项目。你看这里，林之毅重点跟进的3个项目，他们的沟通成本比公司同类项目平均高出40%，时间成本超了60%，而最终的产出效率是所有项目里最低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每天都在加班，是最勤奋的那个。所以我才说数据不会骗人，他的勤奋都用在了制造沟通壁垒和无效社交上。陆之恒，你告诉我，是我的数据伤了人心，还是他的协调一直在消耗你公司的生命力？原来我一直都看错了。王哥辛苦了，刚沈总那边开完短会，说凤凰项目必须提前2天上线。提前2天？这不可能，技术组的模块还没交接呢。我也觉得强人所难，但沈总说这是新流程下的压力测试。什么压力测试？这是瞎指挥。我也跟陆总提过，但沈总是战略顾问，你知道的，他只看数据，不管我们死活。小李，沈总刚发了指令，凤凰项目上线前必须增加一轮为期3天的全面安全复查。3天？我们正准备今天内测完就交给王伟他们，这不全乱套了吗？没办法，沈总说了，流程规范是第一位，效率其次。这叫什么流程规范？这是外行指导内行。他让你3天后交，又让我2天内上线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女人就是来搞事的。听见没？新来的老板娘把项目搞得一团糟。唉，我就说吧，女人当家就是事儿多。陆总，这项目没法做了。王伟，冷静点，出什么事了？是沈总，他到底懂不懂技术？凤凰项目被他搅得天翻地覆。穆青做了什么？他让项目组提前2天上线，又让技术部延后3天交付，这不是存心让我们难堪吗？现在整个团队怨声载道，都说他是外行指导内行，拿我们的心血当他立威的工具，公司士气都快被他搞垮了。你确定这些指令都是穆青亲自下达的？林柱亲口传达的，还能有假？陆总，我跟了您5年，从没见过这么乱的管理，再这样下去，项目肯定黄。
让沈慕清立刻到我办公室来。知怡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什么。王总监，眼睛里进东西了。进东西能哭成这样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说出来，我给你做主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待在这家公司了。胡说什么呢？你好好的为公司做了多少事儿，大家都有眼睛看，怎么就不适合了？王总监，自从沈总来了，我感觉我连呼吸都是错的。沈总，他针对你了？不是的，他没有明着说，他只是觉得我碍眼。我知道我能力不如他，可我一直都尽心尽力为公司，为陆总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。也许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对我好一点，陆总也比较信任我，所以沈总他才要用那种手段把我赶走。什么手段？会上那些数据简直是胡闹！我每天加班最多，却成了产出最低的。王总监，数据是可以被人为解读的，他就是想找个借口。太过分了，这哪是来做顾问的，这分明是来搞宫斗的。他把公司当成什么地方了？王总监，你别这样，千万别去跟陆总说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他们夫妻不和影响公司，大不了我走就是了，我不想让陆总为难。走？凭什么你走？做错事的又不是你，你这么为公司着想，他呢？知怡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管定了，我会帮你盯着他。他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，我第一个站出来告诉陆总，我们绝不能让一个外人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。王总监，你真好，谢谢你还相信我。沈慕清，你的第一个敌人已经就位了。凤凰项目那边现在一团乱麻，都说沈总的指令太乱，团队都快炸了。我看他就是故意折腾人。又要起风了。全体员工，连我们都要写，可量化，我的工作怎么量化？这女人玩真的。量化，我的工作怎么量化？帮陆总安排行程，难道写每月安排30次？协调部门沟通，难道写成功协调50次会议？提醒他纪念日，这怎么写？林总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KPI 我要看到的是结果，不是过程。3天后交不上来，就自己去跟 HR 谈。量化，我天天跟客户喝酒拉关系，这怎么量化？李经理，为 KPI 的事发愁呢？知意啊，你快别提了，这位新来的沈总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！何止是逼，李经理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看出什么？这哪是搞考核，这分明是清洗。他就是想把我们这些跟着陆总打江山的老臣，一个一个都换掉。清洗？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？王总监那边已经被数据盯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我。等他把人都换成自己的，陆总可就被架空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坐以待毙，就只能卷铺盖走人，主动出击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怎么出击？他的武器不是数据吗？那我们就让数据变得好看一点。你是说造假？不行，这风险太大了。李经理，风险大，收益才大。报告上的原始数据那么多，他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看得过来？我对公司所有项目的后台数据都熟，上季季度的业绩报告只要稍微优化一下，就能做得天衣无缝。等死还是搏一把？李经理，你自己选。干了！这个数据能改吗？这可是和财务关联的。放心，我只动前端的客户活跃度和转化率，不动最终的营收。这样就算查，也只能说我们统计口径有优化。好了，这样一来，你部门的人效比就不是倒数了。知意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。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他是不是看见了？不可能，他什么都没看到，只是路过。请进。沈总，您好。李经理，有事？沈总，
这是我们市场部上一季度的业绩报告，还有新的 KPI 方案，您过目。我们部门响应您的号召，对数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优化。您看，尤其是在客户活跃度和转化率上，我们实现了突破性增长。太完美了啊！我说你这份数据完美得不真实。沈总，这都是我们团队努力的结果。李经理，我在木青资本4年看过上千份财务模型，像你这样连作弊都懒得加一点波动的增长曲线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他看出来了，他怎么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了？你可以出去了。是，沈总。周秘书，进来一下。去 IT 部，我要市场部服务器上上季度所有的后台原始数据，记住，是未经任何处理的最原始的日志记录。明白。林之毅，你的第一张牌打出来了，可惜打得太蠢了。李经理，报告不是交了吗？看你紧张的。交是交了，可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他什么反应？你没看到？我把报告放在桌上就跑了，腿都软了。没反应，就是最大的反应。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看出来了？别自己吓自己，他一个外人，哪那么容易看懂？IT 部，他去 IT 部干什么？查原始数据，他果然动手了。李经理，你先回去工作，别让人看出破绽。可是，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查数据，史密切，你以为我只会坐以待毙吗？你有你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过墙梯。你的电脑里一定有你所有的计划和黑料吧？只要我能拿到，就能反将你一军。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面。真是自大。是谁？保安巡逻。林助理，这么晚还不下班？我路过，看到沈总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我就进来看看，是不是忘了关？是在帮沈总整理文件，还是在销毁证据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刷的那张备用门禁卡，在5分钟前就已经触发了最高级别的安全警报。这台电脑的所有操作日志也实时同步到了沈总的终端，当然也同步到了我这里。这是一个陷阱。盗窃公司商业机密，林助理，需要我帮你查一下，要判几年吗？是的，是什么钱？他算计我。沈总只是给了你一根绳子，是你自己迫不及待的把脖子套了上去。沈总，人赃并获。沈总让我转告你，他现在给你最后一次体面走进他办公室的机会。沈总，这2份报告，哪一份是你的真实业绩？沈总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伪造业绩数据，欺上瞒下，李经理，这是你做的事，你觉得公司该怎么处理？沈总，我错了，是林之毅，是他叫我这么做的。至于你窃取公司商业机密，试图拷贝我的电脑文件，林之毅，你觉得这2个罪名哪个更重？你们2个想清楚再说话，谁的价值更大，谁就能体面的走出去。沈总，我把我知道的关于林之仪的事全告诉您。是他，全都是他！沈总，是他主动找的我，是他逼我这么干的。哦，他怎么逼你？
他说您来公司就是要清洗我们这些老员工，他说我们如果不抱团就都会被您扫地出门。沈总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鬼迷心窍啊。是他花言巧语诱导我，说只要把数据做得好看一点就能保住我的位置。你胡说，李经理，我们明明说好。你闭嘴！沈总，你看他到现在还想拉我下水，这个女人心机太深了。她说她对公司后台数据了如指掌，能做得天衣无缝。你就是个疯狗！沈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愿意将功补过，求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把我知道的关于他的所有事全都告诉您。林之毅，我给过你机会，现在你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，你的价值还剩多少？我有价值。沈总，林之毅平时怎么讨好男同事，怎么暗示加班，怎么在背后说您坏话，我全都知道。周秘书，沈总，李经理刚才的证词已经全部录下来了。昨晚的监控视频，2份数据报告，加上这份录音，整理成一份完整的证据材料。明白，加密。是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走？沈总，那我们回去工作，等公司的正式处理通知。沈总，材料已经整理好了，发给谁？陆之恒。好的，邮件正文。你是公司的 CEO， 这件事你来处理。已发送。陆之恒，这是我给你上的最贵的一堂课。你是公司的 CEO， 这件事你来处理。是他，全都是他。他说您来公司就是要清洗我们。我看完了所有的东西，一遍又一遍。我以前觉得代码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，现在才知道人心比代码复杂10000倍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对不起我的自大，我的迟钝。你提醒过我，可我却说你想多了。是我的失察，才让林之一这样的蛀虫在公司里住了这么久。它不是蛀虫，它是病毒。对，是病毒，差点就毁了整个公司。如果不是你来了，我不敢想后果。我这个 CEO 就是个笑话。现在认识到还不晚。慕晴，谢谢你。你做的这一切，不是在跟我抢权，不是在拆我的台，你是在救我，救我的事业。我也是在救我自己的投资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做出决定了。什么决定？明天一早，我会召开紧急董事会，开除林之毅和李经理。不止，我要让所有纵容这种病毒滋生的人付出代价。这家公司该彻底打扫干净。公告：经查实，市场部总监李经理在职期间严重失职，伪造业绩报告，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。即日起免去其总监职务，降为小组组长，薪资下调50%，留职查看。原 CEO 助理林之毅涉嫌窃取公司商业机密，并存在严重的数据欺诈行为，即刻予以停职。公司法务部已介入调查，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，望全体同仁引以为戒。CEO 陆之恒。窃取商业机密，我居然在帮一个小偷，活该！停职调查，还要追究法律责任，这是要坐牢的吧？陆总这次是动真格的了，一点情面都不留啊！留什么情面？你没看邮件写的，窃取商业机密，这是商业间谍。怎么还没有消息？陆总到底会怎么处理？他不会真的听那个女人的吧？原 CEO 助理林之毅涉嫌窃取公司商业机密，即刻予以停职，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停职，法律责任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沈慕清、陆之恒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毁了我？我不好过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你们这对所谓的神仙眷侣到底有多么肮脏。
张记者吗？我是陆志恒先生的助理，我这里有一个关于木青资本创始人沈木青的惊天丑闻，你想听吗？林小姐，电话里你说有关于木青资本沈木青的惊天丑闻。张记者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你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我结婚了，有我自己的家庭。我在陆总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2年，就因为陆总比较器重我，沈总他就容不下我。他怎么对你了？他空降公司第1天就给我下马威，说我不是茶水间专员，之后他就用一堆我根本看不懂的数据给我定罪。定罪？定了什么罪？他说我加班最多，就是没效率，还污蔑我窃取公司机密。天地良心，我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只是想为公司多做一点事，他凭什么这么污蔑我？就凭他有钱有势是老板娘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对你的所有指控都是捏造的？他就是嫉妒，他嫉妒陆总信任我，嫉妒我在公司人缘好，他毁了我的工作，我的名声，我先生知道了都可能要跟我离婚。我一个已婚的女人，怎么斗得过他？他现在还要让我坐牢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林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星报一定会把真相公之于众。豪门恶妻空降公司，为爱除三，还是为权夺利？这沈木青也太恶毒了吧！人家助理有老公的，仗着有钱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职场霸凌。女强人都这么可怕吗？心疼那个小助理。典型的豪门恶妻，陆志恒是眼瞎了吗？娶这种女人？沈总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这么慌张？豪门恶妻，沈总，这篇报道发出来不到半小时，全网都在骂我们。公关部呢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让他们5分钟内给我一份完整的舆情报告和所有发布频道。另外，帮我约星报的主编，喝杯咖啡。沈总，舆论已经失控了，豪门恶妻这个词条已经冲上热搜前3了。急什么？再不处理，公司的股价都会受影响。公关部那边电话都快被打爆了。一条被逼到墙角的疯狗，总要乱咬几口的，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？意料之中？沈总，您早就知道他会。我只是没想到他会蠢到用这种方式。火烧得越旺，反转的时候才会越好看。可是星报那边，星报一个小报而已，随时可以处理。老刘，启动净网预案。对，就是为今天准备的那个。我要的不是删帖，是覆盖。不用管他们，按我们的节奏来。把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发给老刘。是。沈总，您是说那份联名信？人心也是数据的一种。林之毅在公司得罪的可不止我一个，里面还有林之毅朋友圈的截图证据，太全了。他喜欢钓鱼，总会留下鱼饵。告诉老刘，标题就用当我们在谈论职场时，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？卧槽！世纪大反转，原来是职场绿茶。已婚身份发这种朋友圈，这是在钓凯子还是在钓鱼？比某人送的贴心多了，信息量好大啊！吐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职场霸凌吧？心疼那些被他当备胎的男同事。所以沈总才是那个清理门户的人。我宣布，我站沈总，这才是大女主。活该！终于有人把这些事儿捅出来。你看这张截图，就是他上次让我帮他 P 的，说是发给老公看，结果发朋友圈了。不可能，他们怎么敢？周末，我那天明明是在家。沈总，舆论彻底反转了，星报那边刚刚主动撤稿，还发了道歉声明。沈木青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我手里还有你不知道的牌。沈总，星报主编刚才亲自打电话来道歉，说想请您吃饭。沈总，林之毅发的短信，他会不会还有别的后手？一只输光了的赌徒还能有什么牌？我是怕他狗急跳墙。他不跳，这出戏怎么收场？老刘那边第2份材料准备好了吗？随时可以发布，照片、加班记录、打车软件的行程单，证据链天衣无缝。他不是喜欢让人顺路送吗？那就让全网都看看他的顺路到底有多少条路。发吧，现在就现在，我要他连哭都找不到调。我靠，实锤了！加班到一半，坐不同男同事的车提前下班，这哪里是顺路，
这是无缝衔接啊！时间管理大师，顶级茶艺师，前面哭得那么惨，我还真信了。她老公头顶都绿成一片草原了吧？沈总牛逼，不跟你吵，直接上证据，这才是女王。怎么会？他们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原来小丑是我自己。借法务部，我要追加起诉欺诈。我看完了，触目惊心。这种人留在公司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幸好沈总及时发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陆总，你的处理意见，我们董事会全票通过。对于这种蛀虫，公司绝不姑息。陆总，辞退通知书已经拟好了。林之一女士，因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伪造数据，并试图窃取商业机密，给公司声誉及利益造成重大损害，经公司董事会决议，自即日起与您正式解除劳动合同，公司将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，并保留追究您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法务部那边欺诈的起诉流程继续跟进。明白。电子版即刻全员发送。是。纸质版叫个同城闪送，我要他亲手签收。年度第一茶艺师，吐了！她老公真可怜，头顶一片青青草原。这种人就该被行业封杀。贱人，都是贱人！开除，不给钱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都是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！林之意女士，有您的同城急送，请签收。沈慕清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他走了。没有任何交接。HR 说他东西都没拿完，悄悄就走了。意料之中，他没脸见任何人。慕晴，这几天我想了很多。想了什么？我在想，为什么一个林之意能搅动这么大的风浪？因为你给了他机会。是我，但我发现问题不只是我。哦，开除一个林之意远远不够。这家公司的土壤有问题，土壤不换，今天走了个林之意，明天还会长出王之意、李之意。看来我给你上的这堂课，你听进去了。何止是听进去了，我要彻底改变这种风气，我要让这家公司再也没有滋生这种病毒的土壤。怎么改？发个公告，写几条禁令？不，那都是表面文章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还没想好，但我知道必须从根上解决。我有个建议。你说。赌不如输，藏不如露。办公室的暧昧都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滋生，所以那就把所有角落都拿到阳光下晒一晒。你的意思是，办一次家属开放日，邀请所有员工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来公司看看，看看他们的家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工作，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做同事。好主意，透明、公开，让所有藏污纳垢的心思无所遁形。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。慕晴，你这件事交给你来宣布。没问题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既然是开放日，不如就玩得再大一点。又开全体大会，这是要干嘛？不知道啊，林之意刚走，李经理被降职，不会又要有什么大变动吧？别自己吓自己，没准是好事呢。各位，过去的一段时间，公司经历了一些风波。作为 CEO，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是我的管理失差，让一些不健康的歪风邪气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转，让一些认真工作的同事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郑重道歉。
但道歉不是结束，而是改变的开始。我相信，一家伟大的公司不只创造商业价值，更要创造一个让都感到骄傲的工作环境。我希望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藏污纳垢的角落，只有在阳光下坦坦荡荡的专业和协作。我希望大家在向家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时是充满自豪的。所以，我和沈总商量后，决定做一件事：家属开放日。没搞错吧？这是什么操作？从来没听说过。没错，下周六公司将举办第一次家属开放日。我鼓励并且欢迎每一位同事邀请你们的父母、爱人、孩子来公司看一看，看看你们并肩作战的同事，也看看我们正在共同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。太好了，正好让我妈看看，我不是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上班。清理垃圾是为了让土壤更健康，迎接阳光是为了让种子更好的生长。从今天起，这家公司的文化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定义。那么下周六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和你们的家人。你们看公司群了吗？家属开放日的正式通知，早就看到了，我第一时间就转发给我妈了，让她也看看她女儿在什么神仙公司上班。可不是嘛，沈总这一招简直是釜底抽薪，太绝了！我管这叫阳光普照，把所有东西都摊在太阳底下晒一晒，看那些阴暗角落里的老鼠还怎么藏。就是以前乌烟瘴气的，跟谁走得近点都得被人说三四，现在好了，所有光明正大。我听说啊，这次是陆总亲自拍板，全力支持沈总的。那当然，陆总现在眼睛可亮堂了。你们说，要是林之毅还在，还敢让她老公来吗？借她10个胆子也不敢啊！她老公要是来了，看到她跟王总监李菁他们那股亲热劲儿，所以说沈总这是从根上断了茶艺的活路，这下公司风气彻底正了，真痛快。之毅的公司真不错，还搞这种活动，我得去看看。他天天说忙，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上班？老婆，你们公司的开放日我报名了啊，周六见。我得穿的体面点，不能给之毅丢脸。你好，我是林之毅的丈夫，请问他在哪个区域？陈先生，欢迎您。林助理他今天没有来。没来？他没说要加班啊？可能临时有事吧。您先参观，我们准备了茶芯和讲解。各位叔叔阿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我是沈慕清。我代表公司欢迎各位家人的到来。一家公司的成就从来不写在财报上，更写在每一位员工的脸上和他们身后每一个家庭的笑容里。感谢你们将最优秀、最值得信赖的家人交给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想把一切都放在阳光下，让你们亲眼看看你们的家人为之奋斗的是一个怎样的地方。天啊，这就是之毅的老板娘吗？之毅能跟着这样的人，我真是太放心了。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，我会亲自带一个小组参观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跟我来。这个位置之前是我们 CEO 助理的，那是我太太，我就是林之毅的丈夫。原来您就是陈先生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遗憾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前不久刚把他辞退了，因为他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。辞退？沈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太太她工作一直很努力的。陈先生，我们从不否认林助理的工作热情，但热情不能替代专业能力，更不能成为严重违反公司纪律的借口。听见没？严重违纪，被开除的。哎呦，看着挺老实的一个男人，他老婆在公司干了什么事儿啊？违纪？他能犯什么错？他每天加班到那么晚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边是我们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，大家看到的这些专利证书是我们过去3年。林之毅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公司说你被开除了。谁让你去公司的？你别问了。我为什么不能问？全公司的人都看着我，你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我说了别问，我现在有麻烦，你再打电话，我们都得完蛋。沈总，你说我太太严重违纪，到底是什么违纪？你今天必须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样子是不幸老婆被开除了，
来闹事了。各位稍安，这位先生问得很好。既然大家都是家人，那我就把话说开，也算是给我们所有员工和家属提个醒。这个工位之前的主人就是林之义，我们陆总的前助理。要说敬业，林助理绝对是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的榜样。为了项目，他经常陪着我们陆总加班到深夜11、2点。深夜11、2点，他不是说跟部门同事一起吗？废寝忘食，有时候连周末都会主动来公司和陆总一起讨论业务。哎呀，这姑娘太拼了。是啊，有这么好的员工，公司肯定发展得好。陈先生，您作为家属，一定为有这样一位敬业的太太感到骄傲吧？你听听，这才是好公司，懂得体谅员工。是啊，这林助理真是拼，她老公肯定特别支持她工作。深夜11、2点，周末和陆总一起。怎么又这么晚？哎呀，部门聚餐你不懂。不行啊，老公，公司临时有急事，我要回去加班。我们做企业的真的很感谢像林助理这样愿意为公司无私奉献的员工。当然，我们也特别需要各位家属的理解和支持。理解，支持。沈总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做家属的就得支持。是啊，另一半在外面打拼，我们可不能拖后腿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参观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是自由交流和茶歇时间，请大家随意。哎，那位陈先生怎么走了？可能太为他老婆骄傲，激动的说不出话了吧。王总监，今天真是辛苦您了。陈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知意的丈夫，公司邀请家属，我当然要来。知意平时总跟我说，在公司多亏了您的照顾，我这个做丈夫的得好好谢谢。哪里，都是同事，互相帮助，应该的。喂，什么？技术部出问题了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陈先生，真不好意思，公司那边出了点急事儿，我得马上回去处理。您慢慢参观，我先走了。原来你们都知道，只有我像个傻子。林之怡，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？深夜加班，周末讨论，亲哥哥一样，又跟部门同事聚餐了。一个新项目，没办法什么时候买的？啊，公司发的福利，人人都有。又换手机了？哎呀，这是市场部的李经理抽奖中的，他用不上就便宜卖我了。喂，老公，你回家啦？开放日结束啦？刚到家。怎么样啊？公司还行吧？你没给我丢脸吧？怎么会？公司很气派，活动办得很好。那你见到我的同事们了吗？他们人是不是都特好？见到了，王总监、李经理都见到。他们没说什么吧？说了。说什么了？他们都夸你，说你工作努力，是公司的榜样。那是，也不看看你老婆是谁。是啊，对了，沈总也夸你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为公司有你这样无私奉献的员工感到骄傲。算他有眼光。好了，老公，我这边还有点事，先不跟你说了，回头聊。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我怎么会碰上沈慕清这种疯女人？老公，你怎么不开灯啊？想吓死我！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差点就回不来了。老公，你不知道我今天受了多大的委屈。怎么了？我被公司开除了，就因为那个沈慕清，他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跟陆总关系好，嫉妒我在公司人缘好。他就是个善妒的疯婆子，仗着自己是老板娘，空降到公司作威作福，看谁不顺眼就整谁。我就是第一个牺牲品。他为什么要针对你？我怎么知道？可能是看我长得比他好看吧。这种女强人心里都变态。牺牲品，你演的真像。我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工作也没了，名声也被他搞臭了。老公，你可得养我啊！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讨厌啦！
人家今天心情不好，你还逗我？哎呀，别担心我，我好着呢。我老公他就是个傻子，我说什么他都信的。老公，我饿了，你去给我下碗面好不好？好，但在这之前，我想让你看个东西。看什么东西？神神秘秘的。算了算了，我累死了，先去洗澡，有什么事等会儿再说。宝贝儿，今晚一个人寂寞吗？上次送你的项链喜欢吗？那个包还合你心意吗？下次带你去挑个更好的。小妖精，什么时候有空再出来玩？宝贝，一个人在家想我没？喜欢吗？下次见面带给你看。最好了。哎呀，带出去被我家那个木头看到，又要问东问西，烦死了。看我心情喽。他那点工资还不够我买个包的，哪有外面的哥哥们会疼人啊？傻子一样，哪有外面的哥哥们会疼人啊？老公，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，愣着干嘛？快去给我下碗面啊，我饿了。你看我手机。林之意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陈明，你站住！你把手机还给我！你疯了！你想干什么？陈明，你有什么资格看我手机？这是我的隐私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就是跟他们开玩笑，你听我解释。不要，陈明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打晕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陈明，你要去哪儿？你拿着这些东西要去哪里？你不是喜欢让别人看吗？大清早的，你坐这儿干嘛？问你话呢，哑巴啦！我今天要去面试，没空跟你耗。什么东西？你看看吧，免得你说我冤枉你。你凭什么打印我的东西？陈明，你这是侵犯我隐私！隐私？你跟10几个男人聊骚的时候，想过隐私吗？你收他们礼物，跟他们开房的时候，想过我吗？你骂我傻子，骂我木头的时候，又把我当什么了？这些是你亲手写的。这是我写的，签了吧？不，我不签。陈明，我不同意离婚。你没有资格不同意。你听我解释，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只是想多找几个人疼你。陈明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。感情？林之意，我觉得恶心。房子归你，车子归你，存款也归你，我净身出户，我只要你立刻马上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你想得美，陈明，你以为离了婚这件事就算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不该跟他们开那种玩笑。对，就是玩笑。老公，你信我，那都是同事间的玩笑话。还有一些是为了工作，真的，我是在逢场作戏。我不这么做，我在公司怎么立足啊？我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。你在公司当所有人的团宠，却在家里把我当傻子。林之怡，我们完了。完了，都完了。离婚，净身出户。不是我的错，对，不是我的错，是沈慕清。如果不是他突然出现，志恒还是会护着我，陈明还是那个傻子，都是他，是他
他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苦心经营的一切凭什么被他轻易毁掉？沈慕清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这位女士，请问您找谁？沈慕清，女士，你有预约吗？这里不能擅自闯入。沈慕清，你给我出来！女士，请你冷静，不然我们报警了。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毁了我的家，我要杀了你！林小姐，看来被辞退对你的打击比我想象的要大。是你是他的走狗，让他出来见我！我们沈总很忙，没空见一个连自己婚姻都经营不好的人。沈慕清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小姐，这里是办公区域，你不能进去。滚开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陆总的助理。林小姐，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请你立刻离开。放屁！我没有被开除，是沈慕清那个贱人害我。天啊，那不是林之意吗？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活该！听说他伪造数据，还想偷文件，被陆总亲自开的。你看他那样，哪还有半点以前团宠的样子？真是大快人心。看什么看？都是沈慕清，是他嫉妒我，是他毁了我。沈慕清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志豪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快救救我！是沈慕清，都是他设计的，他要毁了我，他要毁了我们！把这个垃圾给我丢出去，以后别再让这种东西出现在我的公司门口。张记者，我要爆料，沈慕清，慕清资本的创始人，他利用职权职场霸凌，毁了我的婚姻和事业。你有证据吗？我就是证据，他空降我丈夫的公司，用假数据诬陷我，还设计让我老公看到那些聊天记录。沈慕清太过分了，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沈总，舆论失控了，林之意找了记者。急什么？让他再跳一会儿。老刘，启动净网预案，把第2份材料发出去，照片、打卡记录、打车记录，所有证据链。顶级茶艺师实锤了，我站沈总。林小姐，您的履历很精彩，但我们公司庙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沈慕清女士被评为年度最佳职业女性榜样。各位董事，过去这段时间，沈顾问为公司带来的人效提升和文化变革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提议聘请沈慕清女士为公司联席 CEO。我同意。从今天起，公司将进行3项制度改革。第一，透明化绩效考核，每个人的 KPI 和产出数据定期公示。第二，反职场暧昧行为指引，禁止非必要的私下单独接触，禁止利用职务之便制造暧昧误会。第三，女性领导力培训，鼓励女员工靠专业能力晋升，而非靠关系或外貌。慕清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看见那些我以前看不见的东西。那你现在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一家真正健康的公司，也看见了我最好的搭档。我们公司只认数据，不认关系。这一年，公司上市了，感谢每一位的努力，更感谢我身边这位最好的搭档。敬专业，敬信任。慕清，你说过你不需要我夸你，只需要我看见。我现在看见了，看见了你为这家公司做的一切，也看见了我们的未来。那就够了。